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中年女人长期坚持运动对外貌能有多大改善？看完你就明白了。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人们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但在那些坚持运动的女人身上，这句话似乎失去了效力。当同龄人们逐渐被岁月熬成油腻大妈时，她们却通过运动将自己塑造成了行走的冻龄女神。没有依赖医美，仅凭运动，她们就成功实现了冻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几组中年女性运动前后的惊人变化。你会发现，运动才是最好的美容方法。一、运动等于医美。看这些中年女人的对比就懂了。对比一，坚持运动后，脸部变紧致，气色变好。年龄渐长，脸部肌肤容易松弛和暗沉，这是许多中年女性都要面对的问题。但坚持运动能够有效改善这种情况。运动时，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被输送到皮肤，这样一来，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就会得到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也会因运动受到刺激，这样脸部肌肤就会变得更加紧致。比如这位姐妹，她运动后，原本松弛的脸颊明显变得紧实，暗黄的肤色也提亮了许多，即便是素颜，也显得容光焕发。对比二，坚持运动后，赘肉消失，身材变好。中年发福似乎成了很多人的困扰，但运动可以帮助打破这一局面。通过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能消耗大量热量，减少身体脂肪堆积，搭配无氧力量训练，还能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在休息时也能持续消耗热量。不少坚持运动的中年女性都成功告别了腰腹部的赘肉，塑造出更优美的身体曲线，身材堪比少女。对比三，坚持运动后，体态变挺拔，更显精气神。很多人其实并不胖，但体态却显得不佳，这一般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在作祟，比如长时间坐姿不正，导致含胸驼背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年纪渐长，骨骼肌流失，让人看起来没精神。但你不必为此焦虑，因为运动能够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运动可以锻炼背部、腹部等核心肌群，增强肌肉力量，从而帮助矫正体态。比如这位姐妹，她原本就不胖，但体态有些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她的体态变得挺拔，圆肩驼背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整个人的气质和精气神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比四，坚持运动后，人变自信了，也更美了。最重要的是，运动不仅能改变外在，更能重塑内在。在运动过程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压力和焦虑，让人心情愉悦。当负面情绪减少，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加积极向上。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会为个人魅力加分不少。对比五，坚持运动可以延缓衰老。周润发曾说，早些运动，那么就能在80岁时拥有40岁的身体。其实坚持运动不仅能提升心肺功能，在运动过程中也能刺激人体的多巴胺，促进皮肤排毒和新陈代谢，能最大限度防止油腻和衰老。比如同龄的伊能静与萨日娜，看他们的同框，你就会知道坚持运动与不运动的区别有多大了。一个仿佛拥有了不老魔法，一个就慢慢进入了大妈阶段。二，中年女人从现在开启运动真不晚，快看看怎么做。看了上面的对比，如果你也想通过运动改变自己，不用担心为时已晚，只要选对方法，任何时候开始都能有所收获。一，想练体态，推荐低强度的瑜伽。没有运动基础的朋友，瑜伽是改善体态的好选择。瑜伽通过不同体式的练习，拉伸并强化身体各部位，帮你纠正不良体态。如果你是久坐的中年女性，建议从简单的猫牛式、下犬式开始练起，逐渐提高难度，能缓解肩颈僵硬，改善骨盆前倾。每天抽出20到30分钟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后，你就能感受到体态的明显变化。二，想塑形增肌，
推荐无氧力量训练。无氧力量训练对塑造身材曲线和增加肌肉量至关重要。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借助哑铃、弹力带等简易器械，在家中就能轻松展开训练。例如，深蹲能有效锻炼腿部和臀部肌肉，而平板支撑则能强化核心肌群的力量。刚开始进行无氧力量训练时，务必注意循序渐进，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训练的强度。每周坚持2到3次的训练，你就能逐渐感受到身体线条的变化。3. 想减少体脂率，推荐户外有氧，比如跑步、打羽毛球。想要降低体脂率，你得把有氧运动纳入日常。天气晴好时，不妨出门跑步或打羽毛球。这些户外运动既能让你亲近自然，享受美好时光，又能高效促进脂肪燃烧。但记得要合理安排有氧运动的频率，强度过高反而会加速肌肉流失，让人提前衰老。所以，每周进行3到4次有氧运动，每次持续30到45分钟，是比较合适的节奏。只要你长期坚持，体脂率就会慢慢下降，身材也会变得更加轻盈。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什么运动，都要注意拉伸。运动后的拉伸环节至关重要，它能帮助放松肌肉，缓解运动后的酸痛感，同时避免肌肉过度紧张导致的体态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拉伸教程，每个拉伸动作保持15至30秒，重点拉伸腿部、背部等部位，让身体得到充分放松。3. 不要盲目开启运动，做到这些事半功倍。关键1，运动装备要选好，关注透气性和深度。想让运动更顺畅，选对装备很关键。合适的装备能提升运动感受，还能降低受伤几率。挑运动鞋时，要看看鞋底减震和支撑效果好不好。选运动服就要找透气、吸汗的那种面料，保证运动时身上干爽又舒服。关键2，户外运动一定要防晒。户外运动时，务必重视防晒。紫外线会促使皮肤老化，若防晒措施不到位，反而会损害皮肤，真是得不偿失。防晒其实不难，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双管齐下，涂上防晒霜，戴上防晒帽，架上太阳镜，这些都能有效阻挡紫外线，守护皮肤健康。关键3，运动和饮食结合，才能不白费力气。如果你希望全方面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更健康，别忘了运动和饮食要相辅相成。运动后不要大鱼大肉、高油高盐，要注意营养均衡，多摄入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如鸡蛋、鱼类、蔬菜等，避免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过量摄入。合理的饮食搭配能让运动效果事半功倍哦。看了这些对比，不管你是不是步入中年，都别再犹豫了，现在就动起来吧。哪怕每天只运动10分钟，日积月累，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相信我，坚持运动，你会爱上那个更健康、更自信、更美丽的自己。接下来分享2个通过运动改变自己的案例，看他们都有什么心得。一是网友秋菊，她说，中年女人，运动真的是重启人生的最好方式，真的推荐女生多去锻炼身体。最近看书知道了有一个词叫具身认知，就是你的身体状态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而要让心理状态好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身体状态也改变。我以前老给自己贴上诸如我不擅长运动、我是懒人这样的标签，自己把自己的健身路给断了。我现在1周运动3至4次，分享一些坚持下来的心得。1，先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如果在我没有任何运动基础时，直接去健身房撸铁、跑步，我的心理和身体肯定都坚持不下来。我一开始就是先从简单的比较适合身弱女生的运动开始。2，逐步丰富运动种类，身体慢慢找到感觉后，肌肉也逐渐开始有记忆，就可以多尝试不同种类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种类也不会太单一，而且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这样不容易老。3，让身体做好运动的准备，所有运动党都一定要切记保护好膝盖，因为运动非常伤膝盖，
而膝盖又是身体特别脆弱的部分。我现在就觉得，处于低谷时，去运动吧；感到焦虑时，去运动吧。人其实很像捏橡皮泥，大脑是可塑的，身体也是可塑的，什么时候都不晚，掌控得了身体，好像掌控人生也没那么难。二是网友阿静，他说，运动不仅治好了我的焦虑，还让我实现了穿衣自由。契机来源于区里举办的第1届半马的赛事，情绪激动地报了名，还意外中了签。未中签的同事羡慕的眼神，让我说什么也不能浪费这么一个名额。可是已经快1年没运动，尽管之前有运动的习惯和基础，但不是说3月不运动，就意味着一切要重启。赛事在10月底，从中签到比赛只有1个月的时间。为了不弃赛，我决定好好利用这1个月作为恢复和准备期，再次启程。3步准备工作：一是最不重要但必要，运动装备不要迷恋差生文具多。之前的跑步装备搜罗出来总共如下：2件速干短袖上衣，1个运动短裤、运动短裙换着穿，1套天冷时候稍微厚点的紧身套装，1个腰带装手机，1块运动手表，最后2双慢跑鞋。2是关于场地，可以找一个可以长期运动的户外场地，前提是离家近、安全。3是时间固定运动时间，养成运动思维。4是形成运动习惯。很多姐妹从一开始就败在了以上步骤之一。运动装备好说，而运动场地就难。室内健身房跑步机花费大效果差，室外绿道马路人多混杂，存在安全风险。能找到一个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还安全有保障的场地就是幸运。运动时间对于职场人更是难以把控，除非朝9晚5不加班特别规律，还有就是离家近能迅速转换场景。更重要，不用接送小孩无家务拖累。坚持绝不是说说而已，前期真的需要强大的自我激励，一旦养成习惯，反而变得轻松。以上来看，生活真的善待我太多。小区门口便是社区运动中心，走路5分钟，灯光安保氛围好，朝9晚5很少加班，家务小孩都已成过去式，基本晚上6点半我就可以站在操场上了。唯一对我来说的难度就在于坚持，当然没有了客观因素，主观能动性全靠自己。从恢复运动之初的3公里，到稳步提升的5公里，休1跑1，保持最佳频率，容易坚持到底。对于中年跑步，仅仅为了保持健康，要求高一点，保持身材，不长胖。个人有如下心得： 1. 不关注任何数据，一切身体说了算，什么配速、步频、步幅之类，太过关注反而不知道怎么跑。也无需听取网上那些运动博主的什么时长至少30分钟，每天跑或隔天跑的建议，事实上都是因人而异。亲身实践，你只要关注你自身的身体感受，感觉有一定的强度又不至于太过疲累，状态好就多跑，感觉累就少运动会儿。总之，前提是身体不受伤，不和自己的身体较劲，时长比速度更重要。2. 轻松跑1小时，胜过中高强度跑30分钟。前者身体舒适，容易坚持，后者很容易到达身体临界点，更想放弃。另外，慢跑1小时或许更接近有氧运动的状态吧，个人感觉瘦身效果会更好。3. 跑步时辅助，听有节奏的音乐比听书、听播客强。跑步音乐的出现是有道理的，亲身试验过，几个不同伴奏的效果，往往有节奏的歌曲容易让步频更稳定，不至于跑乱，跟着节奏跑更容易保持专注，稳定呼吸频率。而故事性太强的内容容易引人入胜，偏移了对跑步本身的专注，忽略身体的状态，在犹豫跑或不跑的间隙，快速换好运动服装。为了这一身换好的装备，不跑也说不过去。如果还没有动力，买上几套时尚的运动装，跑道上做回小香风，也是种无形的激励。最大动力，坚持一段时间后，体重称的数字和镜子里的自己。我是从去年的10月跑到了现在的4月，过年期间也没有停，大半年从105斤到现在的95斤。对了，身高155，小基数，不算胖也不算瘦，但这个年龄，自我感觉也行了，吃饱有些许小肚子，
不明显，基本算是实现了穿衣自由。看了这些对比和案例，不管你是不是步入中年，都别再犹豫了，现在就动起来吧。哪怕每天只运动10分钟，日积月累，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相信我，坚持运动，你会爱上那个更健康、更自信、更美丽的自己。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